有一种说法，你大概也信过，别的国家都想到办法把孩子救回来了，只有我们还在原地打转。今天我把他们一个一个查了一遍。先看一张很残忍的图，这是2024年每个女人一生生几个孩子。这条红线是替代水准 2.1， 跑第一名的是法国 1.62， 中间瑞典、德国、芬兰、日本一个比一个低，台湾 0.89， 最后一名韩国 0.75， 没有一个国家站上那条线，连跑第一的法国也只到替代水准的80%。我们先从最常被拿来说嘴的那个国家开始，讲到别人做得到，最常被举的例子是法国，它确实把家庭政策做到了欧洲的顶点。法国花在家庭上的钱占到全国生产的 3.6%， 是所有先进国家里最高的，平均才 2.1%。 3岁以下的孩子快60%送得进托育，欧盟平均只有不到40%。满3岁几乎100%上公立幼儿园，因为法国把义务教育往下修到了3岁。钱、托育、学校，他全都给了。那法国自己的生育率呢？2010年是 2.02， 然后一路往下，没有一年回头。2024年 1.62， 这是法国自从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低的一次。你可能会说，那是移民撑起来的吧？不是，就算只算本国出生的女性，也有 1.8， 一样是欧洲前段。模范生自己也在往下掉。好，那全世界公认做得最好的那一群呢？如果连法国都不够，那就看北欧。父亲也要休的育婴假，平价又普及的公托，北欧是全世界家庭政策的天花板。但天花板塌了。从2010到2024，芬兰生育率掉了1/3，冰岛掉了2.9%，瑞典2.8%，挪威2.6%。同一段时间，整个欧盟平均只掉了1.2%。你没看错，制度做得最好的那几个，反而跌得最凶。芬兰是最让学者头痛的一个，从 1.87 一路崩到 1.25， 而这段期间，它的制度不但没退步，2022年还加码把育婴假改成父母对半。更关键的是，这波下跌有80%来自第一胎干脆不生，并且没有晚一点补回来。芬兰的人口学家讲了一句话，我印象很深：过去生小孩是成年的起点，现在变成什么都有了以后才锦上添花的那一笔。讲完欧洲，回到我们熟悉的东亚洲。韩国从2006年开始砸钱，低生育加上高龄合起来的预算18年累计超过280兆韩元，换算美元超过2700亿。结果呢？2023年生育率 0.72， 全世界最低。2024年回升到 0.75。别急着高兴，那是前一年结婚变多带来的，不是补贴终于见效。不是只有韩国，新加坡每生一胎直接发到11000到13000新币，生育率 0.97。日本光是加速化计划，一年就编 3.6 兆日元，生育率 1.15， 连续9年下降，新生儿人数第一次跌破70万。你看得出一个规律吗？钱一个比一个敢砸，数字一个比一个低。把韩国、日本、新加坡摆在一起，你会看到同一个剧本。政府一年比一年慷慨，年轻人一年比一年不生。首尔的生育率甚至掉到 0.55， 一个城市快要一半的人决定不生了。钱显然不是那个变数，所以我把几个国家摆在同一张图上，往右边是他们花在家庭上的钱，往上面是他们的生育率。如果花钱就会生，这些点应该往右上排成一条线，但你看，点是散的。花最多的法国在上面，花不少的韩国掉在最下面。钱的多少根本预测不了结果，
这不是说花钱有害，是说光靠钱这条路是断的。讲到这里，关键的问题只剩一个：如果钱不是变数，那法国的 1.6 跟韩国的 0.7 差在哪？答案跟上一集是同一个。上一集我们讲过，生小孩真正的代价是一条再也回不去的收入曲线，而在日本、韩国这条曲线特别陡，因为那里的女性扛下没人付钱的家务跟照顾，是男性的大约5倍。男女之间的差距是先进国家平均的2倍。生一个孩子几乎等于一个人退出职场，这不是钱能补的，是整个分工的问题。那法国跟北欧到底靠什么撑住那一点差距？不是钱，是让2个人一起承担。爸爸也休长长的育婴假，工作可以弹性一点，社会不再把该退让的是妈妈当成理所当然。生完小孩以后的人生比较过得下去，而这一点点过得下去，就是他们比东亚高的几乎全部。把接近实验设计的研究跟跨国分析放在一起，会排出一个很清楚的顺序。证据最硬的是把公共托育做大，它真的能提高一个女人一辈子生的孩子数。其次是够慷慨的有薪育婴假，有效但看国情。证据最弱的是直接发现金，多半只是让人提早生，不是真的多生。看清楚这个排序，再回头看台湾，我们的力气几乎全花在最下面那一格。那你可能会说，好，那就学北欧把洞补起来。但事情没这么简单，因为连把洞补到全世界最小的芬兰，从 1.87 补到父母对等的育婴假，生育率还是从 1.87 掉到 1.25。剩下的那些是更难用政策处理的东西，越来越多人独居，婚结得越来越晚，对未来越来越没有把握。这一波全世界一起在跌，它不只是政策的缺口，是整个时代的转向。把这些国家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这不是哪一个国家做错了什么，是一整代人重新想过了要不要这件事。所以别再问我们该学哪一国了，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有一套完整的答案可以照抄。但这一圈看下来，他们至少一致的帮我们排除掉一个选项，光靠发钱，全世界没有一个成功过。而台湾正好在做被证明最没用的那件事，发钱，却几乎没有去碰那个真正的洞。下一集我们回到台湾，把政策摊开来看，到底忙在哪里？这道题不该是这样的。